好耶，又来给各位老铁做老铁的视频了。本期视频的主角是我们的翡翠大姐姐，和当时刘莹的这一期视频一样，本期视频会尽力把大家所有想要了解的翡翠的内容讲得很详细很清楚。如果你觉得对你有所帮助，还请别忘记给一个免费的赞哦，非常感谢大家。视频开始之前，先给灵命的翡翠大姐姐的综合强度做一个总结吧。怪物越多，翡翠的实战表现就越强，尤其是像虚构叙事这种能一波又一波刷新小怪的副本，那翡翠在这样的副本里就是T零中的T零。但是翡翠却并不适合去打忘却之庭，还有末日幻影这种小怪非常少，而且怪物都是精英怪的副本。总结完它的综合强度之后，我还是老规矩，先给屏幕前还不熟悉翡翠技能的新手玩家详细解读一下它的所有技能机制。如果你是已经了解它所有技能机制的老手玩家，你可以选择跳过这一段，从本期视频的5分50秒开始观看。先说它的普攻，翡翠的普攻是一个扩散技能，对目标造成90%攻击力的量子属性伤害，同时给相邻2个目标造成攻击力30%的量子属性伤害，且可以回复战绩点。战绩，翡翠可以指定一个我方目标成为收债人，持续3个回合。比方说我这里指定刘莹成为收债人，然后在这3个回合内，翡翠将无法继续使用战绩。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的持续3个回合指的是翡翠的3个回合，而不是收债人的3个回合。比方说我这里让刘莹不断的多动，刘莹行动1回合，是不是啊？刘莹又行动1回合，然后我们刘莹再行动1回合。点开刘莹的面板，发现他这一个收债人还是剩余3回合，只有等翡翠开始行动了，刘莹的收债人就变成2回合啦。在这里我们可以举一反算一下，翡翠的速度属性是越低越好的，速度越低的翡翠越能让场上的收债人的持续时间得到延长。同时大家也不用担心速度很低的翡翠的回合开局机动性的问题，因为翡翠开局自带拉条50%，所以翡翠开局肯定会先于收债人行动，快速指定出收债人。值得注意的是，翡翠也可以指定自己为收债人，但是实战中指定自己为收债人的收益非常之低，连加速效果都吃不到，实战中一般不会用到这种情况。那么成为收债人的队友有什么作用呢？第一个作用，收债人的速度会提升30点。第二个作用，收债人每次释放攻击会消耗2%的生命值，然后每命中一个敌方目标会附加一次翡翠25%攻击力的量子伤害。那这一段打出来的紫色的3733的量子伤害就是翡翠附加上去的。这个附加的量子伤害在实战中的表现比较刮痧，并且也无法削掉带有量子属性弱点的怪物的刃，所以在实战中只能算一个锦上添花，并不是主要输出来源。那它的主要输出来源是什么呢？就是接下来第3个收债人的作用。翡翠或者收债人每命中一个敌方目标都会给翡翠充能1点，就是这边这一个数字。我在这里先让刘莹命中2个目标，那翡翠就充能了2点，然后我在这里再让刘莹命中3个目标，翡翠又充能了3点。当翡翠的充能达到8点之后，翡翠会发动一次追加攻击，而这一次追加攻击就是它的主要输出来源。不过这一次追加攻击无法给翡翠带来充能。根据我本人的实测，翡翠的这一个充能是没有上限，可以无限叠上去的。比方说翡翠被控住之后，我这边收债人一直在帮他累计这一个充能，这个数字就会无休止的叠下去，然后等翡翠解控的时候，会一口气打出所有的追加攻击。按理来说，在翡翠时装之前，怕控是所有智识角色的通病，而翡翠身为新的智识角色，它居然不怎么怕控制，还是很难得的。接下来我们来说它的终结技。终结技非常简单，
对敌方全体造成一次240%攻击力的量子属性伤害，并且释放终结技后可以获得2次强化翡翠追加攻击的机会，强化倍率提高80%。那除了这些主动技能以外，翡翠还可以给自身叠一个叫做当品的 buff， 每一层当品可以使暴击伤害提升2.4%，可以使攻击力提升0.5%，最多叠50层，也就叠满的时候，翡翠常驻120%的爆伤和25%的攻击力提升。这个当品的获取方式如下：使用秘技进入战斗后，立刻获得15层当品。发动追加攻击的时候获得5层当品，敌方目标进入战斗获得1层当品，收债人回合行动开始时获得3层当品。以上就是翡翠这一个角色的所有技能机制，我个人觉得已经给大家讲得非常清楚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接下来我们进入实战环节，在实战之前，请允许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实测10个小时得出来的结论，那就是最适合当翡翠收债人的角色是谁？想要成为翡翠的最佳收债人，以下3点都是重中之重。最重要的一点，能一次性群攻越多的敌人越好，这一点智识角色天生优于毁灭角色。第二点，能经常插队打出回合外的攻击。第三点，速度最好要快。根据我本人非常多次的实战，我得出了以下这一张榜单供大家参考。4星角色黑塔当翡翠的收债人，要比其他的5星角色好用很多。具体为什么5星角色不如黑塔，我在这里已经用黄字给大家标注出来了。光是一个榜单可能无法服众，我在这里放上一段实战录屏给大家看一下。黑塔一个大招，直接给翡翠5层充能，然后翡翠追加攻击，翡翠追加攻击又触发了黑塔的追加攻击，黑塔又给翡翠充能5层，相当于是翡翠的天赋和黑塔的天赋是可以左脚踩右脚上天的，大家能理解吗？他们2个就是那么搭，2个人在场上疯狂的互相触发各自的天赋，搭配起来不要太香。一锤下去又一鞭子上来，可以说在场上就是一个永动机一样的存在。你看看这一个追加频率，我黑塔大招又有了，这么大颗钻石送给你，然后我又可以抽你一鞭子了。但是我如果把黑塔给它换成流萤会怎么样呢？流萤虽然速度又快又可以多动，但还是那句话，它是一个毁灭角色。黑塔一次能叠5层，它一次只能叠3层。简单做一个数学，流萤行动3次叠的层数还不如黑塔行动2次叠的层数。同理，同为毁灭角色的刃、克拉拉、影月君，或者说一些虚无群攻，比方说卡夫卡啊什么的，都不像黑塔那么适合做翡翠的收债人。至于其他智识角色，比方说警员，警员虽然大招、追加攻击还有战绩都能一次性打5个，但是警员的机动性拖累了他无法像黑塔一样疯狂的插队和翡翠左脚踩右脚上天，所以警员呢这一次是喝到汤了，但是也并没有吃到肉。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说了，那我们的2魂流萤，还有克拉拉，还有刃，会不会他们本身的伤害比黑塔更高，队伍总体输出比黑塔队要更高呢？答案是完全不会。可能你会把翡翠当成一个副 C 但是实战下来，翡翠队伍里主要的伤害来源是翡翠，并不是黑塔，所以你要想办法多触发翡翠的追加攻击，整体队伍的伤害才会变得更高。不过呢，还是给自己叠一个甲我说黑塔是翡翠的最佳收债人，前提是要打虚构叙事这一个副本。你如果强行想用翡翠去打忘却之庭，特别是这一期的忘却之庭那可能2魂的流萤更适合当收债人一点。万事都没有绝对，我只是站在一个攻略 UP 主的角度给大家做一个队伍推荐建议，还请大家多多担待。看到这里，收债人怎么选择，相信你已经了然于心了。那另外2个位置怎么选择呢？最佳的增伤辅助知更鸟，
没有知更鸟的话，可以选择万金油的软梅，再下位替代就是布洛尼亚。注意，布洛尼亚的速度要比收债人低，并且一技能一直给收债人帮助翡翠叠层数。最佳奶妈可以同时提供增伤还有充能的霍霍，没有霍霍的话，沙金或者罗刹或者浮玄作为下位替代都可以。接下来，请各位欣赏一段0+1的翡翠的全自动实战，具体面板属性是这样一个样子的。不仅我要全自动提升一下挑战的难度，我还要特意压低队伍的练度。我没有上知更鸟，上的是鸭。奶妈这边我上的一个基本上没有什么用的白鹿，我们来看一下。好的。这么大颗钻石送给你，送完之后我又可以抽你一鞭子，我给颗糖再给一个鞭子，老字母圈达人啦，是不是啊？别急，姐姐我再给你一脚啊！什么都预知会害了你。哇，鸭怎么拉的翡翠呀？鸭应该拉黑塔才是正确操作啊，这拉的翡翠啊。但没有关系啊，拉完翡翠之后，翡翠伤害也上去了，也算可以吧。啊，自动战斗是这样的 ，AI 只需要负责拉我的血压就可以，而我们 UP 主要考虑的事情就多了。白鹿回一个战绩点，好的，转圈圈，然后又可以用鞭子抽它了。抽完之后，我继续转圈圈啊，然后我又可以继续送钻石了。这伤害是多少啊？黑塔一个大招10万伤害，翡翠一鞭子9万8，黑塔一个转圈圈又6万4的伤害啊！还没有吃到鸭的那一个大招呢。吃完鸭的大招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伤害是多少。OK， 翡翠伤害一下子变到了17万，黑塔也有12万。看一下翡翠大招伤害是多少啊？22万，又接上一个19万，我就说嘛，整体队伍的输出来源是翡翠啊，并不是黑塔，黑塔只是一个提供层数的，当然黑塔可能占了30%左右的伤害来源吧。大姐姐继续抽你23万伤害，黑塔的大招又有了，我这也太快乐了吧，兄弟们！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啊，翡翠这一个角色的配对，它是完全可以挂全自动的。我说实话，有时候全自动挂下来，甚至比我手操要更加的优秀啊！我手操还会出现各种失误。这一个队伍里，所有角色的自动 AI 都还挺聪明的啊。哦，布洛尼亚除外，你看布洛尼亚又拉翡翠了。反正这一局布洛尼亚不要拉翡翠，一直拉黑塔的话，我会打得更快一点。你拉翡翠的话，你看刚刚翡翠还浪费了一个战绩点，续了1回合的收债人呢，那这给我整绷不住了。好的，来，翡翠再踩他一脚。啊，没小怪了。哎呦，完了，没小怪了，但是 BOSS 血量还有20%。现在你们应该就能发现，翡翠队伍在面对那种单体怪物的时候的一个尴尬了，所以我才说它不适合打忘却之庭和末日幻影。那这个叠层数基本上叠不上去了，因为忘却之庭就算有小怪，它也不会像虚构叙事里这样一波一波的来啊，就打死小怪就没了。所以忘却之庭在最后只剩精英怪的情况下，翡翠就是那么难受，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同时也给大家展示一下顶配的翡翠队伍，就是把鸭换成鸟，把奶妈换成霍霍。翡翠一个大招，看看多少伤害啊！27万，一鞭子又是18万啊！好的，黑塔一个大招21万，一个转圈圈17万，哇！你看这根本停不下来呀！剩余回合数还有2回合，杰帕德已经快被我带走了，我分数已经快打满了，兄弟们，这是什么概念啊 ？OK， 知更鸟，普攻一下，然后再开大，慢波，好的啊，然后霍霍也可以再回一个点。
哎呀，我怎么2个大招又有了呀？这个队伍就像个永动机一样，完全停不下来。我虚构叙事要打0T 了，兄弟们，虚构叙事0T 满分，这是一种怎样的概念？看完了实战，接下来我们来看光追还有仪器的推荐环节。这一次的光追偏偏希望无价，非常的厉害。有多厉害呢？不仅自带16点的暴击率，而且我们的追加攻击的伤害可以随着爆伤进行转模提升，而且我们还可以无视对方20%的防御力，简直就是一个数值怪光追。这张光追实战中的输出期望超越它所有下位替代30%以上。其实光从数值来看，景元的这张光追的数值也是很高的，但是景元光追的梦生，我们的翡翠基本上是触发不了的，这就非常可惜啊！本来景元的光追也是一张数值怪，导致它实战居然和4星光追差不多。至于机子装光银河铁道之夜呢，它其实也和金武的4星光追差不多。我直接给大家放上4段对比录屏吧。怎么样，够清晰了吧？个人觉得屏幕前的你，如果想给翡翠拉练度的话，我个人建议你先抽光追，再去考虑星魂，因为这一次光追的提升真的非常的明显。不过虽然它的光追对它提升非常高，但并不代表0+0的翡翠就不能满分虚构叙事了。我就算是0+0的翡翠，然后只用白鹿和鸭，我也能满分虚构叙事，只不过打得稍微有点惊险而已。仪器方面，首推大弓套，其次量子套。接下来我将用这个面板的大弓套以及这个面板的量子套做一个对比录屏。量子套的属性比大弓套还要好一点，这是量子套打了148000的伤害，而同样的怪，同样的 buff 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大弓套却打了16万多的伤害。不过量子套也不会差大弓套太多，实战差距呢不超过10%。屏幕前的你可以看自己的仓库里哪一个的副词调好，给它堆哪一个也是没啥问题的。至于内圈，考虑到翡翠大概率是用来打虚构叙事的，所以首选无主荒星2件套。没有无主荒星2件套的话，我们用萨尔索图2件套进行代替。主词条方面，像这样选择非常固定。副词条方面，首选双爆，其次选择攻击力。视频的最后，一边给大家呈上一段翡翠打忘却之庭的实战，一边给翡翠这个角色做一个总结。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实战感受一下翡翠是多么的不适合打忘却之庭和末日幻影。总结下来就是术业有专攻，翡翠是打虚构叙事这一个副本毋庸置疑的 T0 角色。后续如果还会出虚构叙事这种有非常多的小怪的副本呢，翡翠在这种副本里也会非常的吃香。而且翡翠队伍还有一个优点，非常的适合全自动，经常全自动起来还比我手动操作要更好一点啊，毕竟我手动操作有时候手速不够快，算是一个比较省心的一个角色吧啊。但是如果你非得要让他打什么忘却之庭，打什么末日幻影啊，那他肯定是不适合的，他的一些表现可能还不如一些常驻5星的表现。从背景的录屏大家应该就看出来了，翡翠在忘却之庭和末日幻影中充能充得非常非常慢，所以我不建议让翡翠去打这2个副本。那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做到这里吧，我个人感觉是展示的非常详细的，应该把各位想了解的翡翠的问题都展示给大家了。还是那句话，本人的视频风格是全程实战，没有任何拉表计算的成分。如果我实战出来的结论和拉表大佬拉出来的结论不太一样呢，也请大家多多担待一下。大家可以实战看我，然后看数据呢，可以看拉表大佬进行一个互补。那如果你对翡翠这个角色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呢，也可以在弹幕还有评论区提出来，届时我会选取比较有参考价值的疑问放在视频的2批给大家进行一一解答，进一步完善我视频的含金量。怎么样，还是非常良心的吧？
那如果没有什么疑问的话呢，过2-3天之后，我也会在2P 放上翡翠的星魂详细提升，大家可以收藏一下，过个2-3天后来看视频的2P哦。最后祝大家欧气满满，身体健康，再见。哎，我怎么死了？